月老拂须轻笑，注视着江灵儿的姻缘泥人，看到了与之相近的6只泥人，其中有5只泥人是探出红绳，且红绳已经到了江灵儿泥人附近，但是江灵儿的泥人只是在他的右手上探出了1根红绳，伸向了第6只泥人破天风一脉王富贵儿。而王富贵儿的左脚脚踝上也缠着1根红绳，与江灵儿弹出去的红绳遥遥相对，但是两者差了一截，没能勾上。月老掐指推算，随之便知晓了，这2根红绳啊，原本曾经勾连过，只是后来断了。原来是这般呐。月老抚须沉吟，此时这个王富贵儿身上已经是有一缕缕道韵缠绕，这是接近于金仙之境的预兆。月老修为有限，能调动的天道之力也有限，想要给金仙催发红绳，会遭受不小的反噬之力，而且容易被对方推算出此事的因果。但是现在2个人都有情谊，只是红绳差了那么一截儿。这种情况之下，哪怕其中有1名已经修成了金仙，他月老只要一出手，也能促成好事。虽然月老对外宣称金仙的姻缘他动不得，但是具体情况也要具体分析嘛。可这个王富贵渡劫在即，若是成不得金仙，那岂不是会让长寿家的师祖守了寡？长生道果哪里有那么好得的？这位月下老人一阵的纠结，想托梦劝一劝长寿小友，让他这个师祖啊，等王富贵修成金仙了，他再帮忙牵上，如此也算是稳妥一点。但是罢了，既然这个江灵儿有意，又用了前世泪，出手助他一助就是了。当下月老就开始操作起来，他拿出了自己那把天道牌的金剪刀，先将王富贵脚上缠绕的红绳齐根剪短，然后呢，再将这根红绳缠绕在了王富贵的手腕上，再引到江灵儿的红绳附近。这里面大有讲究啊！普通神仙来求姻缘，就算是继承的姻缘，月老也根本不会告诉他们。1根红绳牵2人，自此姻缘不分心。若是这1根红绳缠绕在泥人的手腕上，说明这段姻缘是对泥人对应之人总体来说有好处。若是这1根姻缘红绳缠绕在脚腕上，说明这段姻缘会拖此人的后腿。刚才如果直接接上了，江灵儿就会拖累王富贵，但是此时渡仙门小琼峰江灵儿与渡仙门破天风王富贵的姻缘就属于携手共进，和和美美，互相增益。这才是月老这一正神之位最大的作用。说到红绳缠绕位置的不同，其实还有其他几种特殊的情况。有红绳缠绕脖颈，代表这一段姻缘会惹来杀身之祸；有红绳缠绕腰身，说明这一段姻缘之中，此人会完全被动，被对方牵着走。当然了，不止月老能够主动修改，这些红绳也可以自行挪位。月老看了眼不远处渡仙门中唯一的3星拱月之象，此时在李长寿的脚腕上的1根红绳已经是挪到了手腕上。虽然李长寿本身的红绳只有线头，但月老也是老仙官了，自然能够分辨得出来。处理完王富贵红绳的位置，月老就拿出了相思宝树，对着江灵儿的泥人轻轻一扎。渡仙门小琼峰湖边草屋中，江灵儿突然从屋内跑了出来，扶着门框，咬着嘴唇，双眼如丝，看向了破天风的方向。她穿着一身宽松的长袍，如同她的秀发一般一顺到底。丹房中，丹炉前，正日常关注小琼峰上风吹草动的李长寿，皱眉看了眼此地。自家师祖这是怎么了？随之他就听到了小师祖的一声低吟：你这狠心的王富贵，你
怎么就不知道我心意？王富李长寿一口鲜力差点涌出来，险些就将万凌云长老给自己的丹炉给搞炸了。王富贵是什么鬼啊？忘情上人的本名？李长寿禁不住一手扶额，忘情上人给他自己取道号的水准也是绝了。另一边，月老殿后殿，月老哼着得意的小调，将江里二泥人已经长出的一大截红绳与忘情上人的红绳紧紧缠绕上，又从自己的喜袍上拔出了一根线头，打了一个同心结，这才是满意的一笑。嘿嘿，锁死了。能够促成这般一对神仙眷侣，他的心底也是十分的舒畅啊。随之，月老想起了自己此前打过不久的另外一只同心结，将渡仙门的泥人们归位。月老又将敖乙和姜四儿的泥人给调了出来。哟，这都已经铐上了，哎，不错不错。月老看着这已经靠在一起的两只泥人，含笑点头。这怎么又有一根红绳啊？出现在这个小龙太子身侧。月老略微皱眉，顺着这一根红绳看去，顿时看到了远处那只不知何时出现的泥人。等会儿，对敖乙龙太子探出红绳的泥人怎么是个人族男人？这月老掐指推算，将那一只泥人也射了过来，手中剪刀咔嚓一声，果断地将这根红绳齐根剪短。若有女子惦记长寿的好友也就算了，竟然还有男人，洪荒这世风日下，人心不定矣。然而月老这边刚剪了这一根不合天数的红绳，那只泥人手腕上的线头竟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生长成了新的红绳，再次探向了小龙太子。还敢再长？月老眼睛一瞪，撩起衣袖，剪刀再次剪落。还长？又是咔嚓一声。嘿，贫道还治不了你了。于是半日之后，金乌东升，洪荒天地迎来了太阳星所散发出的第一股燥热。天庭的月老殿中，月老的双眼满是血丝，瞪着两只泥人，地面已经是一片密密麻麻的红绳了。而此时第612根红绳再次从那个名为变装的泥人手腕上长了出来，固执地探向了东海龙宫二太子敖乙。多情之人，月老不是没有见过，但是能够达到这种程度，内心受挫数百次，却还是如此锲而不舍，这般多情固执专一之人，月老还真是没见到过几个。这泥人里面到底是藏了多少情念？整个人都是情念拼凑成的吧？可问题是，哎呦，你用错道了呀，变装！月老气的是一阵跺脚，骂道：若你是女子，我姑且就去找长寿小友说一句，让那龙宫二太子多个侍妾也无妨。可你，哎呀，当真是气杀了贫道！正此时，月老殿的大童子匆匆来报：师父，东木公大人已经驾云过来了。哦，月老精神一振，看了眼遍地红绳，一阵衣袖，这些红绳尽皆化作了粉色光芒，悄然消散。且等贫道回来再收拾你。当下，月老气得转身而去，整理了一下长袍，朝着殿外迎接而去。半个月前，西牛贺州灵山脚下，文静道人的洞府中，一身浅蓝色纱衣，打内里套着一件绸面绣花抹胸短裙。文静道人站在随手凝出的落地镜之前，仔细地打量着镜中的自己。日后见那个男人时，就这般打扮如何？虽说本女王大人不屑于讨好于他，哪怕他是圣人弟子中最强者，本女王也只是欣赏欣赏。但终归，若是能让他拜倒在本女王的腿边，那也是一件妙事儿。
念及于此，文静道人便是一阵大笑。忽而一抹金光自灵山之上飞来，落在了文静道人面前，凝成了一面木牌。文静道人笑声立刻收敛，嘴角抽搐了一下，随手将面前的镜子震碎，碎片化作了一滴滴清水，落在了宝池中。他抬手点了一下木牌，就听其内传来了一声苍老的嗓音：东海龙宫敖乙大婚之日，而需带6000傀儡、2万血纹，配合海族叛军佯攻南海龙宫，将龙族高手调离东海龙宫。文静道人低声道了句：是，属下遵命。做完这件事，贫道自会向老师为你请功，你只需尽心为我们做事，我们西方教定可保你安然无恙。但若你敢生二心，听玩笑了。文静道人嘴角一撇，继续笑道：若无此地脱身，天下何处能容我？知道就好。木牌中传来了一声应答，紧接着便化作金光飞离此地。废物！文静道人的心底骂了一句，心情明显变得糟糕了许多。这么明显的佯攻，真当龙族看不出来？就算龙族看不出来，能瞒得过那个小男人的贼眼？佯攻南海龙宫调虎离山，随后袭击东海龙宫敖乙大婚处，这看似是不错的计策，但实际上漏洞百出。若海族叛军要重创龙族，为何不聚集实力，直接袭击东海龙宫？换作我文静道人来安排此事，这一次就会挑四海龙宫中实力最强的北海龙宫，全力将北海龙宫攻破，给龙族一记狠的。再派几名圣人弟子级的高手去东海海眼处散播催魔之法，将那些填补海眼的龙族高手的残魂化作魔杖，去给东海龙宫搞搞事儿。这对龙族绝对是一记重锤，很可能直接击垮此时已是外强中干的龙族。到那时，西方教直接伸出橄榄枝收服龙族之事不就成了吗？可惜啊，你们已经失去了如此睿智多谋的本女王。文静道人一扫衣袖，飘回了自己的床榻。他本来想着直接去给南海海神报信，继续给自己正表现，但是文静道人下意识的就先稳了一手。他故意等了半个月，通过分布在各处海族叛军中的血纹傀儡，确定了自己得到的计划确实是属实，这才施展神通，在南赡部洲安水城附近引动了一只藏在一头鱼妖元神中的血纹，无声无息地飘向了安水城。飞到海神庙空中，文静道人还想着故技重施，找那个上次控制过的老庙祝恶心一下这个海神，但是他略微地感应了一下，却发现今日海神在家，正在海神庙后堂中会客。文静道人冷笑了一声，飘去了海神庙的后堂，落在房梁上，看着下方这三个白发白须的老头。主位上一身白袍的慈眉善目清瘦老者，自然就是南海海神人教小法师的化身，也是自己现在追随目标，掌握了他今后命运之人。另外两个人，一位身着蓝色长袍，一位身着大红喜袍，前者金仙境，后者天仙境，浑身上下都散发着惊人的天道功德。文静道人顿时异动，但他刚要有动作，就听得李长寿的传声入耳：这两位是天庭重臣，你确定要扎他们一下吗？那血纹瞬间就静止不动了。远在犀牛贺州洞府中的文静道人嘴角一撇，讪笑了几声。不过此景倒是让文静道人对此前李长寿所说的那些话更信了3分。下方这两位天庭重臣正在跟南海海神商量去东海龙宫贺喜的诸多细节。
又给文静道人传递了诸多的信息。海神真的是天庭的重要人物，这倒并非是李长寿有意算计，只是两拨客人凑巧赶上了，嘿嘿。如此呢，能让文静道人看到更多的希望，也算是一件好事。算算日子，文静道人此次过来，应该是告诉他西方教针对敖乙大婚的布置。李长寿并未多想，稍后自知。他继续与东木公月老老铁商量着给敖乙的具体贺礼。到时候月老的祝词以及带多少天庭中的天将天兵过去，天庭对东海龙宫敖乙大婚庆贺小组经玉帝陛下任命，已是在此刻正式成立了。组长是东木公，副组长是尚未得到正神之位的南海海神，组内干事自然就是这位月老了啊。东木公沉吟了几声，委婉地提出了一个建议。月老道友修为不算太高，算是天庭文职，是否该派几位金仙境的武将护送前去？李长寿看了眼月老，怕老铁尴尬，不过月老也只是含笑点头，并无异样。天庭现在有吗？有，自然是有的，虽然不多。那就劳烦木公跟陛下请奏，请两位高手一同前去吧。李长寿正色道：木公切记，虽说陛下将此事安排给咱们3个处理，但是咱们不能够随意下任何的决定，凡事不厌其烦，都奏请陛下决议才是。如今天庭并无太多的事务，这事千万不要怕麻烦，待天庭如常运转了，那时才可以将事情做完了做好了，再禀告给陛下。东木公和月老同时思索一阵，各自点头。温静道人暗自哼了一声，这家伙懂得倒是真的多啊。他本是有些无聊，随之就看到了中堂挂着的一幅画卷，不自觉就看了那么几眼。恍然间，文静道人感受到了一股锐利的剑意，浑身一个激灵，冷汗打湿了3层衣裙。这海神到底什么来头？